快点！妈妈，我好累。瑶瑶，妈妈，瑶瑶，别怕啊，二叔这就去救你。干点活磨磨唧唧的，到时候，哼，你妈就把你给卖了。二叔，我妈不会把我卖了。不卖你，难道卖你弟弟啊？你妈最疼你弟弟。妈妈，我身上疼。明明乖，等妈妈把苹果卖了，就有钱带你们去医院看病了。来，这是糖，你把它吃了呀，身上就不疼了啊。妈妈，我也疼，我也想吃糖。瑶瑶乖，弟弟还小，糖只有1颗，就让给弟弟吧。走吧，天黑了。二叔说了吧，你妈就疼你弟弟，不疼你。等你们家没钱了，你妈第一个就把你给卖了。叶总，小姐的病又发作了，可现在上哪去找罕见的熊猫血人？快走开！瑶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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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瑶瑶。我们怎么办？人家都快追过来了，不是说这可以晚2天再喊吗？人家怕我们跑了，直接就追到医院里来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哎，你听说了吗？那个被撞的小女孩的血型，就是送她来医院那位医生呼噜寻找的熊猫血。哎，我听说了，从年纪到血型各方面都和那位先生的女儿很匹配呢。他可是最适合的血袋子了。这位先生怕是花多少钱也要买这位女孩的血了。嫂子，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医生说让你去趟办公室。对啊，嫂子，你就去吧。瑶瑶和明亮，我来帮你照。好，辛苦2婶了。吃了这个药，这丫头一时半会儿醒不来。医生，你说什么？那个女孩的血就是熊猫血？医生，无论花多少钱，我都要那女孩的血。哎，这事得跟小孩的父母去沟通。大贵人，大贵人，同意，我们同意。只要你肯给我们钱，我就同意把女儿送给你养啊！你们真是这孩子的父母？当然是，你看啊，这是我们家的户口本，我们真的是瑶瑶的父母啊。嫂子，你第一胎生的是个女儿，哎，这按政策可不能再生了。那可怎么办？我这都已经怀了，总不能打掉吧？哎，只要你帮我娶上媳妇儿，我就答应把瑶瑶上到我户口本上。真的愿意放弃他的抚养权？愿意，我是他的妈妈，只要您愿意给我们30万，我们就把它卖给您。瑶瑶，这个镯子啊是妈妈的传家宝，等你长大了呀，妈妈就把它传给你好吗？你们真舍得？哎呦，舍得啊！我们不是还有个儿子吗？这女儿哪有儿子重要啊？是不是啊？叶总，小姐情况恶化了，我们得赶紧做决定，让她接受更好的治疗。好，我买了。这卡里有30万，这是丑话说在前头，从今以后，你们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。
女儿她怎么样了？大姐，你女儿虽然被车撞了，但幸好是外伤，调养一段时间会没事。但我们检查发现，她患有先天性免疫缺陷，如果不金贵养身子，怕是活不到成年。什么？那我怎么做才能救她？只要能救她，我做什么都可以。最好的是骨髓移植，可她现在太小，我们医院也没这技术，而且费用也不低。那这可怎么办呀？现在最要紧的还不是你女儿，最严重的是你儿子。你儿子高烧不退，全身红疹，必须马上注射进口药物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而这治疗费用恐怕不低10万。什么？10万？老天爷呀！我该怎么办呀？你要是缺钱，我倒是有一个建议。你女儿是罕见的熊猫血型，而刚刚送你们来医院的那位先生，他的女儿患有地中海贫血，急需这种血型。你要是缺钱，是想让我的女儿给他的女儿做活的血袋子？不，手心手背啊都是肉，我不可能为了救儿子去卖女儿的血的。瑶瑶，啊，护士，看到我女儿了吗？瑶瑶，瑶瑶。快，别摸鱼了，叶总来了。文助理，我最近不在，公司有没有什么异常？没有什么异常，公司一切正常。对不起，叶总，孩子太调皮了，您没事吧？你怎么搞的？允许带孩子来上班已经是公司仁慈了，你怎么不看管好孩子？过来，让你不听话啊！这是糖，你把它吃了呀，身上就不疼了哈。够了，明天起你换到后勤部。为什么，叶总？你要是不解气，我打到你满意为止。生个女儿就是为了让你打，让你偏心的吗？她也是你的孩子，以后你再虐待女儿，你就给我滚出公司！新瑶，好久不见。我说过不要再给我送花了，我是不会喜欢你。新瑶，你都拒绝我998次了，你太伤我心了。文助理，送客，请吧，顾少。新瑶，新瑶，我找到她了。出去。新瑶，我找到你妈妈了。瑶瑶，你会回来吗？妈妈好想你啊。新瑶，他就是叶伯父要我帮你找的人。走吧。新瑶，你妈妈知道你要回来了，一定很高兴吧？高兴？20年了，她还在当初卖女儿的地方做生意，一点愧疚都没有。她的心还真是够狠啊！新瑶，过去的事儿已经过去了，你的身体要紧，再不进行骨髓移植就晚了。这么多年，叶伯父一直在寻找。只有他的骨髓跟你的相匹配，咱们去跟他好好说说，好吗？不，我这次回来就是要让他也尝尝被最亲的人卖了是什么滋味。这家医院旧址正是我们顾叶2家联手接的拆迁项目，难道你要借此？顾少，有时候钱就能鉴别所谓的真情，所谓的母爱。又在这假惺惺的呢！当初要不是你定心眼开卖的姐，还跟二叔闹掰了，现在就是在这摆地摊吗？
我没有卖你钱。他死不承认。你说当初要是卖的多一点，现在也不至于这么穷。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你自己把你自己的亲女儿都卖了，还好意思说我？拿钱！拿钱！不够。就这些钱了，你拿去别再赌了。离你20万升远点，他们不是什么好人。我的事儿少管。你看，那个就是他从小偏心又疼爱的儿子。不好意思，后悔让你们久等了。这些水果都是我们自家种的，尤其是苹果，特别新鲜。你们2位可以尝一下。姑娘，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？阿姨，我想你认错人了。我这朋友刚从国外回来，也是第一次来管事。跟我女儿长得好像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认错人了。哟，窦大姐，我看你每天看女儿的照片，你姑娘应该跟这姑娘差不多大吧？是啊，应该是一般大。再过98天，就是她26岁的生日了。哟，你还记得这么清楚？你女儿有你这样的妈，真是幸福哟。你女儿现在在哪儿呢？不，她跟着我吃了很多的苦。她现在在哪？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。我不是一个好妈妈。我先走了，窦大姐，你忙吧，我改天再来哦。小星星忏悔。新瑶，你怎么了？新瑶，你叫她新瑶？肯定是重名了。姑娘，你有低血糖吧？来，你坐这儿先休息会儿，我给你削个苹果。新瑶，你的病不能再拖了，咱开门见山跟他说。我不吃。瑶瑶，妈，我吃腻了，能不能换点别的？家里没有别的可以吃啊。哎，你等着，妈妈给你拿点别的吃。瑶瑶，把这个笑脸吃了呀，就不饿了。我女儿小时候啊也不爱吃，但是你低血糖啊，吃这个最有效。老公，你看他买的就是这家医院的门面，难怪他不肯拆。又是我这个死犟的嫂子，都20了，他还跟我过不去。今天我非给他点颜色看看。杜玉梅，你死这儿不肯搬，是想死是吧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早就已经和你们分家了，要不要搬，不关你的事儿。你知不知道，地头的业绩和物价要拆了这就医院，光拆迁劳务费就1000万。嫂子，你这是等着我发财？是啊，这人就是你的亲生二叔。除了叶董事长，我再没亲人。公，你还跟他废什么话呀？我听说叶家马上就要来了，我们得抓紧时间，赶紧解决这个钉子户。是你自己搬啊，还是我帮你搬？不能拆，我就算是死，我也不会同意的。新瑶，咱们给的拆迁费很丰厚啊，为什么你妈她不肯搬呢？也许他贪心不足，想借此得到更多。说白了，你不就想要更多的钱吗？这个是拆迁款，这可比别的地方多2万呢。你就别再贪心不足了，拿着钱赶紧给我滚蛋！大姐，这可是80万啊！你见过这么多钱吗？就你这穷三样，拿回去偷着乐。要的不是钱，不是钱！嫂子，你这可是逼我！哎，不要因为你是我嫂子，我就会手软。来人，给我走！别打！
去帮帮他吧。凭什么帮他？这都是他的报应。苏寒山，我求求你不要砸了，我求求你。老家的房子已经被你卖了，瑶瑶最伤心的就是这个医院了。你要是把它拆了，他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他死守在这里，就是为了等我回来吗？不可能。瑶瑶，哦，你说被你卖掉的那个赔钱货啊？你要等他回来？是，我要等他回来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当年你卖了那个赔钱，20年过去了，你认为他还会回来，让你再卖他一次吗？我没有卖呀，我没有卖瑶瑶。没卖你？那你给新民治病的钱从哪儿来的？是，如果不是卖了我，他拿什么给他儿子治病？老公，你还跟他废什么话？这拆迁协议，你说签还是不签？我不签，瑶瑶没有回来，我不会签的。不签，不签，签不签？签不签？星瑶，我们想当初是他狠心卖了我，现在还装作一副等我回来的样子。等我回来给他收拾烂摊子，还是等我回来让他再卖我一次？有本事你就打死我，欧总，我不会签的。命啊！要是让叶家和副主任知道了，他们肯定会饶不了我们的。杜玉梅，听说你最宝贝这个相册是吧？20年从不离身。这是我女儿唯一的照片，还给我。你想要是吧？好，给你。瑶瑶没事，你一定会平平安安的，瑶瑶。原来你最宝贵的是这个东西是吗？你还给我，还给我！哦，想起来了，20年前那个赔钱后得了病，几天几夜，你冒着暴雨到观音山求的这个平安符。瑶瑶不怕，妈妈给你求来的平安符，只要平安符在，瑶瑶就一定能平平安安的。既然这个平安符对你这么宝贵，签还是不签？不要！不要上！我签还不行吗？早这样不就好？不过现在规则变了，你不光要办1分钱的赔偿，你别想拿！苏寒山，不准签！妈，你要是签了，我可就1分钱都没了。汉美，你听话，这个平安符是唯一能保护你姐姐在外面平平安安的。她要是毁了，你姐就危险。就你信这些鬼话？我姐现在早就抽干血死了。我是你这么说的，她肯定还活着，她一定活着。从小到大都守在大门下，为了一个死人就打我。今天这个人是也别签。苏寒山，你看看，你姐姐简直是欺人太甚，这摆明的不让我们活了吗？哎呦，好，你们存心告诉你是吧？好，我们不想好过，你们也别想好过，上！不要，瑶瑶！为了一个破平安符，你连命都不要了！你们叶总有危险，赶快集结管事所有人手。都给我听好了，要对叶总动手，绝不能手下留情。是。姑娘，你不懂的，这是我这个做妈妈唯一能够留给孩子的。没有了这个平安符，我女儿的背是撑不住的。早知如此，
那你为什么当初要卖了他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？难道真是那个赔钱货？你想多了，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没有关系就不要在这里多管闲事。还愣在那里干什么？快点来人，给我收拾他！我二婶为什么也有那银镯子？走！银镯子为什么会碎？当年卖我的人，到底是不是他？都是死人吗？快点！啊！你快走啊！你签还是不签？你们已经把冤夫烧了，我死也不会签。不签？你要是残了，脑子不灵光，或者死了，我这个当二弟的帮你签，是不是也合情合理？你在干什么？看什么？我现在就让你死！住手！起来！臭娘们儿，你谁啊？大胆！你们敢对叶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敢强拆，就不怕进局子吗？这块地是地主守护叶家和顾家的地产，谁他妈敢拿他们怎么样？那么护着他们的，你真是我那便宜侄女？怎么可能？当年瑶瑶可是被他亲妈亲手给卖了，就算是他回来了，也不可能会帮着他的。我跟你们这群人渣没有半分钱关系。没关系，你那么护着他，真当我们这帮地手是吃素的？弟兄们，上，给我压着他！干什么？一定要让他把协议给我签了！好，给我住手！嗨，王老大，你怎么来了？好好教训他们，不要暴露叶总的身份。苏海山，这可是管城的地盘，你在这里嚣张，这是不给我龙朗的面子！我被他啊！我还和他打！行了，把他给我带走。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会有这个镯子？这个镯子是他的，前2年他怕戴着被他女儿给认出来了，所以卖给我了。等等我！2年前，不希望被我认出来，看来20年前卖我的人就是杜玉梅，还在这里装什么守铺等女闺，真是可笑。你怎么了？这是瑶瑶的护身符，你是我的瑶瑶是吗？你是我的女儿，对不对？我姓叶，我跟你半分钱关系都没有。不可能，这个护身符是我去观音山跪了3天3夜求来的，上面还有个瑶字，我不可能认错。瑶瑶，你真的回来了吗？这么多年，我和你弟弟一直在找你啊。姐，你这是装扮，你还挺有钱吧？给我点钱，不多，60万。着急找我，原来还是因为钱。我说了，我不是你们口中的瑶瑶。你有平安符，你肯定是的。我不是苏新瑶，我是她最好的姐妹。她临死之前把这个护身符给了我。什么？临死之前？小时候卖了我，长大了还想爬在我身上吸血，那我就好好报答你。我说，苏新瑶已经死了。不可能，你骗我的，对不对？她不可能会死的。不可能死，她那么小就被你给卖了，
自己生着病，每天被一管一管的抽血。他死了，他死之前让我过来问问你为什么，你为什么那么狠心？瑶瑶，我的瑶瑶，都是他的错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姐是不是还有遗产呢？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干什么？混账东西，给我滚！瑶瑶，你已经离开妈妈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呀？夕瑶，摸摸他。装的，都是装的。我们不要管他，我们走。夕瑶，夕瑶。新瑶的病，还有她的心结，必须得回到她的老家才可以。你要想办法让她接见那家人，拿到直系亲属的血型，看看谁的骨髓更适合她的身体。好。小伙子，他怎么了？他和你女儿是病友，得了一样的病。他活不久了。他和瑶瑶得了一样的病。他的家人也不要他了。阿姨，以后就麻烦你照顾他了。小伙子，你也要抛弃他吗？啊！你站住！对不起，新瑶，你先和你的家人接触我去调查谁的骨髓更适合你。泽成哥，烟雨，你怎么来了？泽成哥，你跟我回去吧，反正叶新瑶也活不了多久了。你难道还要陪这个死人？你说什么呢？你别忘了，这20年里是他一直给你献血，你才能活到现在。可他也享受了叶家的荣华富贵啊。我爸还把叶氏集团给他管理，他一个低贱的外人，凭什么享受我这真千金的一切？住口！你说什么呢？你身上有9成的血都是他的。你，实话告诉你，在我心里，他比你好1000倍、10000倍。叶新瑶，我现在已经痊愈，不需要你这个血袋子。你夺走我的父爱和男人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。你这辈子最痛苦的，应该就是你妈妈偏心你弟弟亲手卖了你。那我就把这种痛苦放大100倍、1000倍。喂，帮我办件事儿。你醒了？饿了吧？来，喝点粥。怎么是你啊？我才不要跟你待在一起。我知道，你因为瑶瑶恨我，但总要把身体调养好。这是我清早熬的粥，你喝点。对一个陌生女儿都这么好，当初却能忍心舍弃自己的亲生女儿。怎么？把我当成你女儿的替身，照顾我，为了减轻你心里的愧疚。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！我不管你信不信，我都没有卖瑶瑶。你癌症扩散了，提前做好心理准备，不超过3个月。瑶瑶，妈妈快撑就住了，你什么时候能回来？夕瑶，走访了一下，他真的守在这个地方10几年，也一直在寻找你的下落，说不定等你的身体有蹊跷。他说
留在这儿这么多年，难道真的是为了等我？这杜玉梅呀，说是在等她女儿回来，其实啊，你不知道，她只是在把玉清赶走。怎么说？你还不知道？她守店巡礼的事儿被媒体报道了，这家店呐，现在成了网红店，许多人过来买水果不说，还给她女儿送好多礼物，金项链呐、金手镯呀，多的是。靠着这个，她每个月能进账好几万呢。要不然，你看他怎么存下那2抽屉的宝贝，还给他儿子还了那么多的赌债。那他也太不是人了，偏心眼子卖了女儿不说，还扯着他女儿的事装可怜捞钱，呸！真不配当妈妈。这2个女人找的不错。住手！你要干什么？这里面是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孩子的一些重要旧物而已。重要？你是想说这里面有苏新瑶的东西吗？是有他的东西。你承认？那我今天倒是要看看，他有什么东西值得你这个亲妈替他去保存的。不要！这些是我留给瑶瑶的，谁都不能碰。是不能碰还是不敢让我看？杜玉梅，瑶瑶她也算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怎么能卖了她，你又利用她赚钱呢？没有利用她捞钱，还死不承认。那我今天就让你无话可说。不要！还好，都好好的。这怎么可能？你这么多年怎么还会保留他的东西？那这个抽屉一定是你利用瑶瑶的悲惨身世赚的金银水。这怎么全是我的退烧药？这些我都是给瑶瑶准备的。你准备的？你疯了吗？这药最少也要大几百，你准备这么多？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，所以我每年都会多准备几盒。你准备了20年。他小时候发病总说身上疼，而我却连颗糖都买不起。现在有了这些药，他什么时候都可以吃。吃了这些药，他就不疼了。我误会他了。他死了，他小时候吃不着糖，长大了也吃不到你的药，迟来的亲情比草都贱。我告诉你，不要以为你准备了这些东西，他就能原谅你。没有想过他要原谅我，我只是很想他，我真的想知道他在外面到底过得好不好。妈，钱，我有钱。昨天钱已经拿完了，我现在没有钱了。那怎么办？我在外面欠了好多同学，他们要看我的手啊！这些年拿钱买这些药啊，就为了那个死了骨灰都不知道哪去的苏新阳。你住口！她是你姐。这样也好，这个药在黑市一盒能卖200多。不要，这些都是我留给你。他死了吃不了了。不。他还活着，他一定还活着。妈，你要再这样，就别怪不客气了。啊！不要啊！你要是敢卖你姐的药，妈我就死在你面前。妈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当年我生你的时候体质不好，导致你生下来就体弱，从小到大我就疼爱你多一点，忽略了你姐姐。从小乖巧懂事，嘴上不说，但他心里很委屈。阿明，妈已经很对不起他了。原谅我的委屈，他都知道。别在这假惺惺的了。当初你要是在乎苏新瑶，还真亲手给他卖了吗？连你也不相信我，我没有卖他。当年
但是被人带走的，就是你二叔二婶。什么？苏海山和张妹？看来想让他再心痛，得再加一把火。杜玉梅，你自己干的丧良心卖女儿的事儿，别把脏水老往我身上泼。就是，当年是你把瑶瑶卖给那个什么帝都的老总，卖完还说钱货两清，还让瑶瑶永远都不要来找你。二叔，是我的亲妈不希望我才回来。我没有，当年瑶瑶走失的时候，我站在医院的办公室，医生可以作证。反倒是你们，明明说要帮我照顾瑶瑶，转眼就不见了踪影。说卖瑶瑶，一定是你们卖了我的瑶瑶！我要活掉！医生，对，只要找到那个医生，就可以知道当年的真相。泽晨，你帮我调查一下当年那个医生。好，还有，我查了一下你的这些亲属，苏新民的各项特征最为匹配，你最好拿到他的血型样本。赌场追债的人马上就来了。哼，杜玉梅，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心肝宝贝儿苏新民吧。你说什么？各位，我们来讨债了，80万，分都不能少。80万！你是不是又去豪赌了？再赌这个家就没了！妈，别哭了，先还赌债吧。 80万，你让我拿什么还？你这不是还有个门面房吗？只要你签了拆迁协议，我给你80不，万。这个门面是我留给瑶瑶的。妈，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，苏新瑶已经死了。你以前不是最偏心我吗？再偏心我一次。 是啊，你一直偏心苏新民，再偏心一次也没什么。卖了吧，把一切都卖了，就当苏新瑶在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存在过。妈，你现在还活着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不还钱是吧？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，兄弟们，我打！哎，妈，救我吧！不要啊！妈，不要啊！小子，妈的心好狠呐！不还钱，废了！我钱还不行吗？瑶瑶，对不起，妈没多久活头了，这房子迟早留不住。我就知道，在嫂子眼里啊，这儿子啊比什么都重要。以前啊，连亲生女儿都卖，现在更别说这门面房了。是啊，在他心里，弟弟比什么都重要。合同已经签了，你们该放人了吧？80万只是借口，还有50万的利息呢。妈，你们别再欺人太甚了。 别着急，我听说抽屉里有些小破玩意儿，我看了就触眉头。你给他烧一件，你烧一件我就给你少5万，你觉得划算吗？妈，听到了吗？烧了它就能抵利息了。那些东西是你姐留下的唯一的东西。都什么时候了？管我死活吧！我不烧。拿你儿子就废条腿吧！妈，这都件破东西不值钱呢。苏新瑶已经死了。 留这些东西干嘛呀？你住口！他还活着。嫂子，这些年了，你就是死活不承认。这左邻右舍的，谁不知道你偏心你儿子啊？这为了儿子卖了女儿，那可是事实。事实？当年要不是你们把我支开，瑶瑶会丢吗？还有，瑶瑶走丢之后。 你们就一夜暴富了。要说卖瑶瑶，你们才是最大的嫌疑。嫂子，你说话可要证据。这么多年，你往我们身上泼脏水，你要是拿不出证据，你就是污蔑。对，看在我们还是亲戚的份上，这些年我劝海山就算了。你要是再这样胡说八道，那我可就报警了。好啊，那就报啊。当年我找不到证据。
前段时间，我听说当年的张医生已经回到管事，只要他出面为我作证，就能还我清白。不对，他们两个绝对有问题。难道当年卖了我的真的是他们？西瑶，我带着人这就去找张医生，很快就到。在我回来之前，千万不要轻举妄动。顾泽辰，你眼里只有他。好啊，他不是最放不下他那个妈吗？今天我就让他和他妈永远都走不出那间破房子。你还真敢报警！天了你！最宝贝这些东西吧，今天就把这个东西给我毁掉！上！确定真的要这么做吗？好吧，我们这就去办。让你烧你又不肯，那50万的利息怎么办？要不让他替你们家还？不，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这债不关他的事。不关他的事。我看他对你这么上心，说不定啊，他就是当年被你卖了的瑶瑶。不是的，他只是来店里打卡的网友，他不是的。叶姑娘，你快走，这里不关你的事，你快走。你真要走，你走了，他们可就完了。冤有头债有主，他们的债不关我事。行，给我打！快走！济南、机场，你也能走。但是这样的命他当年狠心卖了我，我为什么要管他？孩子，妈妈早就认出了你，走得远远的，这辈子能再见你一面，妈妈知足了，妈妈不会怪你。西瑶，我找到那位张医生了，他说你妈没有卖你，卖你的就是苏海山和张梅。真是那个赔钱货，听到没有？她就是我姐，她很有钱的。我找她要钱，别找我，别找我。不，她不是我女儿。姑娘，你别想，你走，你快走，走得越远越好。既然是一家人，那还不行？这指定是不能走了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还有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顶多是我那个多年前就被卖掉的批货侄女。再说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就算警察来，我们也占理。长这么漂亮，要不你跟了爷，50万的利息就免了。怎么样？行，大哥，就拿他抵债，我没意见。不许动他，他跟我没有一点关系。妈，要还钱，拿我的命去还。妈，孩子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你妈。你走，你快走啊！快给我拦住他！妈。让开！你们都给我让开！今天谁要是敢拦路，我就砍死谁！让开！妈，让开！妈，孩子，一定要活下去！记得去人民医院找宋医生，活下去，早晚。我得去叫人救我妈。住手！西瑶，你没事吧？泽成，你快去救我妈！放心，他们会没事的。我送你去医院。没有了证人，我看你还怎么认亲。老板，张医生消失了。什么？
张医生不见了，赶快通知龙老大，找遍整个管事，也要找到他。你醒了？色成，我妈呢？她怎么样？他没事，在隔壁病房。你可认不吗？让开！你们都给我让开！今天谁要是敢拦路，我就砍死谁！让开！从他不顾性命护着我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原谅他了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他。病情加重了，我去叫医生。告诉我，我还能活多久？如果再找不到合适的骨髓，只有3个月。新瑶，你得马上进行骨髓移植手术。可是移植骨髓，不仅得让他们愿意匹配，还得让他们同意捐赠。我这就把你的病情告诉伯母，让她说服苏新明捐赠骨髓给你。不，别告诉他。这样，你帮我去准备一套衣服，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现在的现状。如果我还能活3个月，那我永远不跟留下来。或许他因为要等女儿回来，他还能活下去。可是你怎么办？还有办法。姐，你真是我亲家？闭嘴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弟弟。今天叫你过来，是有一笔买卖要处理。什么买卖？只要你配合骨髓匹配检查，我不仅帮你还清50万的外债，还另外再给你加50万。可以，不过50万不够，我要1000万。什么？你怎么这么贪心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等着我的骨髓救命呢。而且呀，这个骨髓除了我能匹配上，那只有妈。但咱妈的身体匹配给你也没用，所以就只有一条路子。你还有没有良心？她是你亲姐，亲姐又如何？她从出生起那就是个赔钱货。你以为妈20年前没卖你吗？她要是没卖你，怎么有钱给我治病啊？那可是30万。你说什么？当年给你治病需要30万？你要不信，大可以去问妈。妈要是没卖你啊，哪来的这些钱？还有啊，她在10年前就已经有了你的消息，知道你在富贵人家，但没有把你认出来。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10年前就找到我了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他是想等你养肥了，好好宰一顿。这不，你回来了，正好给我还赌债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姐，在妈那里，你永远都是排在最后一个，你永远都是那个随时都能被舍弃的那个。不可能！新瑶，新瑶，你别激动，把他给我带走。苏新瑶，你要不信的话，只管去问妈，看她愿不愿意我救出骨髓。苏新瑶。新瑶，新瑶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这就去问问他，苏新民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顾总，张医生找到了。太好了，新瑶，当年的事情张医生最清楚了，一会儿你问问他，就什么都知道了。当年的那个可怜女孩真的活了下来，可我……爸爸，爸爸，救救我！救你？那得看你爸识不识趣儿。这位小姐，求求你高抬贵手，放了我女儿。放了他可以，但你得按照我说的去做。张医生，我想问你，当年卖我的人到底是谁？还有，苏新民当年病危，他需要一大笔钱，杜玉梅到底是怎么凑齐这一大笔钱的？战胜，不用有顾虑，
告诉我们当年的真相就行。是你妈杜玉梅卖的你，她拿着卖你的钱给你弟弟治了病。不，你昨天跟我说的卖他的是苏海山和张妹啊！昨天是我骗了你，因为拆迁我跟苏海山有私仇，所以想借你的手报复他。但是今天我不想骗叶小姐。当年我通知你妈，你弟弟和你都得了很重的病，你的是慢性的，而你弟是急需进口药物。你妈妈听说叶董事长在花高价找熊猫蟹，就找到他，把你给卖了。这不可能！我亲眼看到他把你交到叶董事长的手中，更何况要不是卖了你，你妈怎么可能有钱给你弟弟治病啊？原来当年卖我的人还是他。还有，后来几年，你弟弟闯了祸，需要钱，你妈妈还跑出去找过你，回来后就有钱给你弟填窟窿了。大家都说你妈肯定是找收养你的那户人家讹钱去了。他还去找我养父要钱，要不然这些年苏新民的赌债，他一个人卖水果怎么还得清啊？他简直恬不知耻！够了，带他走。我还以为我临死之前能找到一丝母爱，可笑，我还真是个笑话。星瑶，这当中肯定有什么误会，咱们再调查调查。还有什么可调查的？他口中的人证都说出了当年的真相，我只是没想到，他不仅把我当成血袋子给卖了，他还把我当成摇钱树。他的心怎么这么狠呀？星瑶，你别激动。不行，我要去找他问清楚。星瑶，气死了吧？最好能气死你。可你别真就这么死了，我后面还有大招呢。瑶瑶，你怎么了？滚开！我不是你的瑶瑶。他还是不肯认我。是，你不是我的瑶瑶，你只是瑶瑶的好朋友。你身体怎么样了？这里的宋医生对你的这类病研究了很多年了。走，我带你去找他。你还要找到什么时候？我说的都是真的。那我问你，当年卖了苏新瑶的人，到底是不是你？没有。那给苏新民治病的一大笔钱，你到底是从哪来的？张医生，找到跟您老婆匹配的肾源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！是谁的？就是那个丢了女儿、儿子又病危的杜玉梅的。你要是还想救你儿子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肾卖给我。私下买卖肾脏是违法的，一旦说出来，张医生和我恐怕都要被抓。我还不能丢下新瑶和新民。怎么？为什么不说话了？是心虚的没有办法反驳了吗？不是的，那笔钱不是卖瑶瑶得的，你相信我。我都要死了，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那我再问你，10年前你就找到新瑶了，对不对？他知道了。你如果不是卖了他，那为什么10年前你不把他接回来，而是把他当成了一棵摇钱树？你利用他给你那个儿子讹钱吗？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大姐，我求求你，我女儿如果没有新瑶的钱，她会死的。可她也是我的女儿，她还那么小，每天要被抽血。是啊，她每天都要被抽血，但是你也知道，她患有严重的免疫缺陷，如果没有我叶家给她
他每天吃名贵的药材滋补，他一定活不过几年。你说什么？你说的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心妍的调查报告，你可以看看。大姐，所以说你为了心妍，也不能把她带回去。至少我可以保证，在我女儿痊愈之前，一定会确保她的安全，而且我还可以给她优渥的生活条件和教育。如果你真的爱她，就不要再来打扰她。我不能让。这钱不只是给你的，你要养好身体，未来说不定心瑶需要你。所以你找到了他的养父，你还拿了他的钱，对不对？是真的，一切都是真的。苏新瑶，你就是个笑话，你就是一个被亲妈无情抛弃和压榨的可怜虫。瑶瑶，你别这么说，够了，你根本就不配做苏新瑶的妈。还有，我告诉你。你那宝贝儿子苏新宇的血清和骨髓都跟我匹配上了，我要买他的血清和骨髓，你信不信？不行，阿梅的血清不能用。怎么，心疼儿子了？那苏新瑶是你的女儿，你为什么一点都不心疼？阿梅她的身体不行，你不能用她的血清。瑶瑶，你用我的吧。我身上所有的都可以给你。为什么他所有的偏爱都只给弟弟？就因为我是女儿吗？够了！我要买，他愿意卖，你管不着。你现在立刻跟我出去，我这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。瑶瑶，你听我说，阿梅，他真的给我滚！杜大姐。你说这杜大姐的女儿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她？她一个卖了女儿、压榨女儿、偏心儿子的女人，她有什么资格当我妈？知不知道她？现在是不是到日子了？走，你快带我走。可能现在身体……我没事，走，我们走。瑶瑶，你别怕，妈妈一定会救你。新瑶，为什么小时候明明照耀过我的光，可以变成一把刀刃，一次次刺得我不能呼吸？为什么？没事的，如果亲情不能强求，我还在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叶新瑶，我不会让你活下来抢走我的男人。谢小姐，爸出事儿了！爸，你生病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啊？你只顾着找你那个亲妈，当然没心思关心爸爸了。颜云，少说两句。新瑶，爸没事儿。颜宇说这里空气环境好，才安排我到这里来疗养。什么叫没事儿呀？爸肾衰竭，一直找不到匹配对象，好不容易在这里找到了，我就把爸转了过来。太好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努力劝服他，让他捐肾的。你当然得说服他，因为爸的匹配对象就是你妈杜丽萌。什么？没事的，你只管抽，我扛得住。为了那个不肯认你的女儿，真的值得吗？不管她认不认，我都是她的妈妈，我能为她做的就只有这些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
没干什么。瑶瑶，你来看我了吗？不是，我有事跟你商量，你方便出来一下吗？不行，你妈身子本来就虚弱，刚才又被你推倒，现在还……总之她现在不宜走动。你要说什么，在这说。你要是觉得不方便，我跟你走就是了。算了，我就在这儿说吧。好，你说。你要多少钱才愿意捐一个肾给我爸？捐肾？你说什么？要你妈捐肾？不可以！你知不知道她？叶先生的肾出问题了，我的刚好可以匹配上。他得肾衰竭很多年了，如果再不换肾的话，可能活不过3个月。你只需要捐一个肾给他，他就可以活命。你不愿意？你知不知道这20年是他把我养大的？他虽然抽我的血救他女儿，但是他给了我父爱，还有所有一切他觉得好的东西。你如果对我还有一丝丝愧疚的话，你就答应我救救他。不是的，可我只有一个肾了，要是我死了，还怎么救你？你不是眼里只有你一个宝贝儿子吗？我可以给他很多钱，我让他衣食无忧，怎么样？那我不要他的血清和骨髓了，只要你肯救我爸，行不行？为什么？20年了，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。同样都是你的孩子，你为什么对我那么狠心啊？瑶瑶，杜大姐，为什么你不告诉她实情呢？你都肝癌晚期了，而且只有一个肾，再捐出去你会没命的。我不能告诉他，他现在身体本就摇摇欲坠，我不想让他等着死。是不是？你的研究到哪一步了？真的可以治疗我女儿的先天性免疫缺陷吗？是，这20年有你的配合，研究进度很好，差不多这段时间就会有成果。太好了！杜大姐，杜大姐，已经加重了，得赶紧住院治疗，要不你撑不到你女儿手术成功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样？你妈答应了没？什么？我们叶家替她白白养了20年的女儿，现在只不过要她一个肾，她还不同意。叶欣瑶，你真是可怜了。你亲妈不仅抛弃你，还对你这么绝情。像你这种连亲妈都不要的人，还活着干什么？是啊，连亲妈都不爱的人，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爸，等帮你找到了肾源，我就解脱了。干啥呀？咱们什么？1000万？明，你干什么？你还是我妈妈，来刘说钱干什么？不就捐我骨髓吗？那可是1000万啊！你拒绝他干什么？你的身体这2年之后都被掏空了。还有，你忘记3年前医生怎么说的了吗？苏先生，您现在的症状只有吃进口药才能缓解身上的病痛，但里面是含有上瘾物质。切记，你的血液不能捐赠给任何人，否则人家可能会因为你而中毒。我管他，我管他中不中毒啊！我只要钱。她是你姐，你要害她吗？能不能别再是假惺惺的了？你要是在乎他，当初也不会卖了他。还有啊，他说了，你只要给那个姓叶的老婆捐个肾，他就可以把叶氏集团给我。妈，听到了没有？你就捐个肾，你儿子就是叶氏集团的总裁了。慧茹姐。
道吗？这20多年，我为了养活你，我付出了多少？阿明啊，我可是你妈呀！捐个肾又死不了。再说了，你可以让我姐养你啊。你从头到尾就是想讹诈。叶星瑶，爸的病情加重了，现在在重症室抢救呢。干得不错，等他们都死了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只要叶小姐满意，你让我怎么做都可以。瑶瑶，你爸没事吧？你来干什么？来笑话我吗？我从小到大我就被你抛弃了，我现在也要失去爸爸了。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给过我爱的人，你不但不救他，你还来笑话我是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我怎么会呢？你为了你那个宝贝儿子，你还要讹诈我什么？瑶瑶，我知道，你为了当年的事情怨我、恨我，但我真的没有卖你，从来都没有，我更没有拿你去讹钱。不信，你可以等叶先生醒来，你亲口问问。够了！我已经问过当年的张医生了，是他亲口指认说是你卖了我，你还用卖了我的钱去救苏新明。张医生真的这么说吗？从小到大，你都偏心苏新明，什么吃的用的你都要我让着他，不就是因为他是儿子，我是女儿吗？但是我从来没想过你能这么偏心，你把我当成工具，把我当成摇钱树，就连我现在都快要死了，你也要见死不救。不是的，瑶瑶，当年救你弟弟的钱，我没有卖你。够了，我不想听你狡辩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想再听到任何关于你心疼、你偏心你儿子的事情，那样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你最好捐出你的肾，否则的话，我要让你也尝一尝你跟你儿子失去一切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。不，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你一直埋怨你妈当初卖了你，可她没有。这20年，每一分每一秒，她都在等你回来，在忍受极端的痛苦，只为了救你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你别听他胡说。你让他说。你弟弟为你救你的钱，是他卖了一个肾换来的。当年你丢了，你弟弟急需一笔治疗费。张医生说，只要你妈卖一个肾给他，就给他30万。你妈没有办法就卖给他了。还有，10年前你妈是找到了你，可那个时候你急需名贵的药材调养身子，把你留在叶家是最好的选择。她也是为了你好。为他好，把自己说的这么高尚，那为什么还拿我爸的钱呀？那钱我没有用在阿明身上，我是用来……少在这说谎，你承认拿了我叶家的钱就行。你为了骗我、拒绝我，你还真是什么拙劣的借口都能编得出来。当年卖我的时候，我亲眼看见了那个人手上戴着银镯子，他是你的祖传。你告诉我那个人不是你，还能是谁呀？不是的，那个银镯子早些年就已经被你2婶抢走了。我是为了找你，后来买了一个假的戴着。妈，你怎么能骗人呢？这银镯子前18年都是在你手上啊，这2年才给2婶的。谎言，都是谎言。杜玉梅，不要再说了。从你当年卖了我的那一刻起，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你的。我再去跟他说说。
不会相信我的，他不会相信我的。妈，怎么可能？爸，这不可能！苏医生，不是说还能等3个月吗？为什么现在只剩3天了？不知道为什么病情忽然加重了。爸，你醒醒，爸！叶心瑶，你哭有什么用啊？现在得赶紧给爸找肾源。爸。傻女儿，爸没事。捐肾这种事儿不能够强求。你妈她也不容易。当年。爸，你还是好好休息会儿，别说话了。我还有事。你的骨髓跟新瑶匹配上了，只要你愿意捐骨髓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真的？是真的。你姐对我叶家有恨，你只要肯救她，我愿意将叶家的一切都给你。果然偏心，在他眼里，就只有叶心瑶一个女儿。言语有他妈妈那边的遗产，足够他好好活一辈子了。好，我随时都能做手术。宋医生，明天赶紧给新瑶安排手术。不，他不能用阿明的骨髓。怎么办？我该怎么说服他？叶先生，手术前还有一系列的检查，没有那么快的。哎，这什么医生啊，耽误赚钱啊！不，爸，听我的，你先做手术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说服他给你捐肾的。瑶瑶，说，你怎么样才肯捐肾？我只有一个爸爸了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他！小远，你不要这样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你也不爱我，以前的事情我都不计较，我求你，你看在我养父是个好人的份上，看在你儿子能继承叶氏集团的份上，我求求你帮帮我，你帮帮我！我答应你，但你也答应我，不要用阿明的血清和骨髓，好吗？我答应你，但你也答应我，不要用阿明的血清和骨髓，好吗？不，叶小姐，其实你妈……叶小姐，要不你先去替你父亲做下术前准备吧。好。杜玉梅，你疯了！之前为了儿子已经没了一个肾，现在再捐一个，你还活不活？我本来就是活该的，时日不多了。就算我侥幸活下，瑶瑶她也不会原谅我的。可是这20年来，你每隔1个月就到医院做骨髓配合研究，那种钻心的疼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。你对她的爱已经超过一般的母亲了。就让我在最后为他做一点事儿吧，宋医生，你一定要用你的研究成果让他活下去。原来你也这么爱他。洋洋，我的好女儿，这是妈妈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。我知道。你一直恨我，20年前卖了你，但妈妈真的没有。
如果可以，你再去问问张医生，他是有良心的，一定会告诉你真相。当年我确实是卖了一个肾才有钱给你弟弟治病，所以我现在只有一个肾。当你苦苦求妈妈捐肾的时候，我犹豫不肯答应，是因为我想活着，活着看你的病能被治好，活着听到你喊我一声妈妈。还有，那笔从先生身那里拿到的钱，我都投进了宋医生的实验室，用来研发你身上先天性免疫缺陷这种罕见的治疗药物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20年了，妈妈盼到了成功的这一天，我的女儿能活下来了。瑶瑶，妈妈多想再抱抱你，就像小时候那样，可我知道没有机会了。妈妈希望你能忘记曾经的痛苦，永远记住这个世界上有个人深爱着你。宋医生，一定要救活我爸！这是你妈和你养父的手术同意书，作为亲属，签个字吧。还有这个，这是什么？你妈的遗书。看完以后在这等我，我带你去完成她的心愿。遗书？这怎么可能？不是只捐了一个肾吗？还有一个肾应该可以活的呀。当你妈没有来，你弟弟在那里救你钱，是他卖了一个肾换来的。不会的，他不会只有一个肾的。杜大姐，你真的想好了？想好了，宋医生，一定要救活我女儿。叶先生，瑶瑶以后就拜托你照顾了。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幸好你调查结果了，警察查出当年的拐卖案和私下器官买卖案，张医生、苏海山、张美都被抓了。是真的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不能手术，我停下来，他会死的。你冷静一点。我没有来得及救你。手术开始。不能手术。等一下。宋医生，我妈怎么样了？手术还在进行中，现在换了主刀医生。怎么回事啊？走吧，是时候完成你妈的心愿了。跟我来。夕瑶，你去吧，我在这等你。宋医生，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你看看这个。这是20年来你妈妈为你冷冻的血亲，还有骨髓。什么？从你被卖那天开始，
你妈妈就一直为你准备血清，为了保证血清的纯度，还有实验的成功率，她每个月都要忍受非常人般的疼痛、扎针、抽骨髓。你可以质疑任何一个妈妈对女儿的爱，但你绝不能质疑她，因为常年的出血、走形，她现在已是肝癌晚期。什么？你要求她捐一个肾给你的养父，可又有谁帮她求半个肝脏？她做了一个妈妈可以做的一切，但到头来，听不到你叫她一声妈。是能治好你的细胞重生药。为了他，你母亲奉献了她的一切。来吧，我给你注射。不，我不配，我不能。对，当然不配。对，当然不配。叶小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当然是不能让他活着。千羽，你说什么？你想让我死？当然，因为我才是爸爸的亲生女儿。凭什么他这么疼我，林泽成就那么爱你？抢走了我的父爱和男人，现在还要抢走我的叶氏集团，我要你们都死，包括爸！什么？爸的病情加重是你干的？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谁让他把一切都给我？谁让他变心？我今天就毁了这块阳气！住手！爸，你不是在手术吗？怎么出来了？你居然给爸爸下毒！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从小就地中海贫血，爸爸千辛万苦给你找一个血袋子，还渐渐拆散了信阳一家。你怨爸爸没有把叶氏集团交给你，那是因为你掌管不了。爸早就把你遗嘱立好，爸爸和妈妈所有的遗产都给你。没想到你的心这么狠。爸，我不知道，对不起。你要是还认我这个爸的话，把药钱还给信瑶，这是他妈妈最后的心愿。我们不能再伤害他们一家了。听话，还给他。杜大姐的心愿，我总算没有辜负。爸，我妈她……没事，捐肾的手术取消了。什么？妈，妈，瑶瑶，不是在做梦吧？不是，妈，我是瑶瑶，是您的女儿，我回来了。瑶瑶，你终于回来了，妈，对不起，我这么多年
一直都在误会你，对不起。没关系。你的病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杜大姐，你交代我的任务圆满完成。还有，恭喜你啊，找到了匹配的肝源，已经给你移植了。真的，我还能活下去。可我不是没肾了吗？我爸他取消了肾脏捐赠手术，还把自己的半块肝移植给了你。啊？这怎么行啊？你爸，他对我们家有恩啊。妈，放心，爸的毒源已经找到了，就算现在不进行肾脏移植手术，他也还能活下几年。真的？真的。妈，我带你去看看他。好。爸，你看这天气多好，我给你揉揉肩。谢谢乖女儿。爸，还有我这个女儿呢。新瑶，杜大姐，来，这儿的环境好。谢谢叶先生。哎，应该是我们感谢你才对，你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纯粹的母爱。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不用这么客气。是，都是一家人。新瑶，你愿意让我也当你的家人吗？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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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给他。我愿意。原来还有这么多人爱着我。朋友们，善待你的妈妈，她远比你想象中的